Hello， 现在到冲绳了。我们是搭早上大概8点45的华航，然后到的时间是冲绳时间10点半，大概11点10分就完成通关。等行李等很久，大概等了半个小时，所以真的出来外面大概是11点40分。我们有预约那个 OTS 的接驳车，其实我们订的是隔一天，但是我们今天住的饭店就是在 OTS 附近，明天早上一早就可以去租车，那个接驳车在国内线的巴士站那边接驳，因为现在在施工，我们一下飞机就发现下雨，而且还蛮大的，所以就想说直接叫计程车去饭店，车资大概是2000块日币。雨好像变小了，所以我们决定还是去搭我们预约的接驳车。有预约的话呢，你就可以收到一封信，然后它就有一个指示，你就跟着去就好。我们现在就上了2楼，往国内线的方向，要走到底呢，下去就是巴士站。巴士真的是走到底耶，终于到了，就是这个地方 ，OTS 的接驳车。哇，这台车超酷的哎，租的。到了，已经有很多人在排队了。现在是11点56，所以大概1个小时的时间从机场到这边。我们原本订车是订12点，就是抓1个小时，可能是来不及。满位，我们是最后，我们就搬了这个坐在走道。车好满哦。从那个机场开过来大概30分钟，本来想说要走3分钟去饭店，结果又开始下雨了。这边有住 Ioniq 5， 还有那个露营车哎，超 Q 的。我们要住的饭店就是这栋白色的，很近。印象平常的接驳车应该是这个，但今天人很多，所以他用巴士载我们。风超级大的，还好行李箱很好推。到了，很近哎。今天天气不是很好，看这个风有多大，超夸张的。今天实在太早了，所以我们决定先去房间休息，多付了提早入住2个小时的钱，2002日币，刷卡金额是463，其实也还好啦，反正我们也没有花钱搭车。纪念品的地方，这个是大门，然后这边是 check-in 的柜台，然后旁边有一个那冰淇淋跟啤酒贩卖机，因为里面走进去有浴场、户外的游泳池。然后我们现在在这边等，这边好多人寄放行李哦，大家都还没有 check in， 只有我们。耶，房间双人房，就是这一张很小的双人床跟一个书桌，基本款啦。哇，还有一个冰箱，是没有很新，但是我觉得干净度还行。看一下，干湿分离的，备品都有。耶，还算可以，蛮干净的。上掀式的还可以开啊，对开就不行。这个连身镜是蛮小的，但是这个才1000多，一个晚上。哇，打开，离 Outlet 跟那个租车都超级近的，地点不错。然后这1000多块是还有含早餐哦。然后早餐是6点半到9点，它还有那个温泉也可以去用。退房时间这边比较早，是早上10点。我们就是约明天12点租车，所以10点大概去Outlet吃个东西走一走就可以去了。扫码之后有 AI 小助手可是我不会讲日文这一次冲绳行也是算蛮临时的，不到1个月订的，所以租车就比较难订一点，就只有订到机场的 OTS。可是呢，第一天有一点累，因为那飞机超早的，我今天4点多就起床了，就想说隔天再去租。但是因为有接驳服务，我们还是提早1天先接驳来这附近，就住这间饭店，然后晚上就可以去 Outlet 逛一逛。哇，这间好大哦，这是大房型，这里还有一个衣柜。看一下浴场，这
这一间呢，一个晚上的费用是台币1750左右。我觉得很推荐给就是想要说走就走来冲绳，但是又想要租车，可是你租不到市区的，你就可以租机场附近的，然后住在这边就还蛮方便的。我现在要去 Lawson， 这附近就有全家，然后跟 OTS 附近有一间 Lawson， 因为有那个限定的炸鸡，所以想去买。朋友现在就是一个急性肠胃炎的状态，所以这次的吃播我就是担当，自己要吃2人份，因为我们有预定一些餐厅，大家租完车都在那边补给找到了，就是这个限量的炸鸡。完蛋了，选择障碍。冲绳的寿把，刚刚饭店也有卖。这是冲绳限定的。那个店员人超好的他看到我一个人在拍，他就帮我装成一袋。之前也是4、5月来还蛮热的没想到3月底来是有一点凉，而且我们饭店前面竟然是一个拍照打卡的景点，很多人都日落去那边，那个椰林大道的感觉。但今天没有太阳，不然感觉拍照很漂亮。这个煮水壶看起来功率不错买到好东西耶！刚刚这个口味只剩下一个，颗一颗的那种鸡球，好像是辣的，它有3种口味。然后里面有1、2、3、4、5、6颗。这次冲绳说走就走的小旅行，要感谢有 Top Cashback 的赞助。除了赞助我以外，也赞助大家到日本吃一碗拉面。看到最后就知道。先来揭晓这次冲绳入住的所有住宿花费明细。大家应该都知道，想要深度旅行冲绳，租车是一个很不错的方式。因为我想要节省车程时间，所以这次总共换了6间饭店。对，我几乎每个晚上都换了1间。不过有租车换饭店也比较没有那么麻烦。7个晚上，总共花了台币19227，用 Top Cashback 的回馈金10%来算，多省下了1927块。省下来的钱呢，就相当于我这次最后1间入住的饭店直接免费。常常在购物季买东西的人，对于 Top Cashback 应该很熟悉。它是英国最大的现金回馈网站，合作的品牌很多，我自己常用的都有，像是运动品牌 Nike、Adidas， 家具家电类像是 Apple Store， 还有亚马逊，或是我很常买的 Shopbop、iHerb 或是 ASOS 等等。从 Top Cashback 的网站搜寻购买，都可以有不同趴数的现金回馈。它有中文版、英国版还有美国版，不过中文版目前只有简体字。如果跟我一样看不习惯，可以按右键 Google 翻译成繁体。它是免费注册的哦，成为会员很简单，你只要填写信箱还有密码，并且完成 email 认证，就成功加入了。像我这次冲绳订房全部都是用 Agoda 订，从 Top Cashback 里面搜寻 Agoda 都有10%的回馈，点进去以后呢，就会自动跳转到 Agoda 的页面，订房程序就和一般订房一样，像旅行常会用到的 Klook、Booking、Hotels.com 都有4%到12%不等的回馈，完成消费后的48个小时就可以在后台看到记录，等到回馈金变成 payable 就可以领取啦。不过要注意的是，使用中文版的网页，回馈金是以美金结算，金额只要达到17块美金，就可以用 PayPal 或是银联卡提现，不会有手续费。如果你跟我一样很常买亚马逊，用英文版的 Top Cashback 回馈金还可以转成亚马逊的礼物卡，我觉得最划算。因为转买 e-gift card 常常会有额外的 bonus。大家想来趟说走就走的旅行，可以透过 Top Cashback 订房，因为他们给了我一个专属的连结，我会放在影片下方的资讯栏，用这个连结加入成为新会员，就可以得到额外12美金，赞助大家到日本吃一碗拉面。第一次消费完成，账户累积超过17块美金，就可以提领当成下次旅行的订房基金，不论旅行或购物都可以聪明消费。哇，Outlet很近，我还叫了计程车，开玩笑的，是别人叫的啦。我现在要走大概600公尺就会到 Outlet， 出发。它在 OTS 对面而已，很近。
现在走到 Outlet 了，这整片都是。这里也有公车站，可以从国际通那边搭过来。这是时刻表，这车好可爱哦。我有先查好我的目的是哪里，像这种傍晚来逛比较舒服。刚刚下雨或是天气太热都不太适合，因为它有点半户外。目标到达 ，Things。这边没有退税，要到2楼。我也超爱这间的衣服，Outlet啊 ，CK 真的是超便宜。North Face 也是我来日本必逛。退税要从这边上去2楼，它只到晚上8点。就在这里，只要满5500块日币就可以退税，就给收据、还有护照跟商品检查就可以了。Thank you。决定我要吃这间牛排，本来打算想去吃那个冲绳自助餐料理，但是我一个人吃好像有点怪，我吃牛排好了。然后他的退税只能退现金，我刚才有问他可不可以退信用卡，他跟我说不行。好，那就吃这间吧。点了一个招牌的牛排，然后再加一个啤酒，是1890块日币，可以刷卡。然后他们 last order 到7点半，我的啤酒来了。它好像有一些茶跟饭可以去拿。我的牛排来了，哇，好香哦！赶快吃，不然等下变全熟的。红色的，还不错哎，有点油。我来加一下它的酱。大蒜，它是味噌类，还有 wasabi。现在整间店只有我。我觉得它这个大概就是5分熟，里面还蛮深的，它不会咬不断。它的黑胡椒粒很香。这个 Outlet 好像餐厅不多，这一间应该平常要排队，它就在退税柜台旁边。跟瓦萨比也好酷哦，3个沾起来都蛮好吃的。啊，我这边的 information 可以寄放行李，还可以租轮椅和婴儿车。information 在这边，然后寄放行李的地方在这里。到晚上8点，寄放行李这边是200块，大行李箱500，中的是300，但是数量没有很多。它也可以用 IC 卡付钱。Outlet 在这边，然后停车场旁边这一区有很多餐厅哎，这间也有人推，就在停车场旁边，然后是吃很像中华料理。就是这间冲绳的那个自助餐，然后它是吃到饱的，还有 Starbucks， 所以大家如果想觅食也可以走出来，那边有大创跟 Blue Seal， 我要去买，后面还有酷辣寿司，好大间哦！哇，这还有游戏区耶！这间有可丽饼哎，哦，它装潢很可爱。口味好多哦，我真的要回去了。现在里面好像就只剩下我跟那个闭店的店员，整个Outlet都没有人了，因为已经8点15了。末班车到机场是8点32，晚上的饭店。我觉得这个饭店真的还不错哎，饭店的对面是一个很像美食街的地方，全家就在这边，厕所，然后这边是停车场。饭店真的还不错哎，提早订或是预算充足，可以订那种很大间的房间，应该住起来蛮舒服。它面海边的，2个人房才1700多就有泡汤哎，而且它泡汤还蛮干净的。机场和 OTS 租车都很近，觉得还蛮推的。饭店早餐。今天天气超级好的 ，Google 显示说是会阴天跟下雨，根本就没有，反而是昨天显示不会下雨还下了。它旁边就可以看到泳池。
这间饭店的早餐就是西式、中式跟日式的小菜，然后主要是很多冲绳的特产，像是这种苦瓜之类的，味道很好吃哎。然后它有名的是它的咖喱饭，好像是它的米很好吃，但日本米都还蛮好吃的。这间饭店就在机场附近，它离新开的一个水族馆那个 DMM 很近。本来是计划昨天晚上逛完 Outlet 之后，因为它最后入场时间是7点半，它可以参观到9点。本来还要7点半去，但我朋友肠胃炎，所以就放弃。如果大家排行程的话，那个水族馆其实如果时间充裕的话，7点半之后可以去，很适合小朋友的地方，觉得拍照还蛮美的。它的调味都还蛮好吃的，但是味道又还蛮丰富的。它主物的高汤味很重，天气好的时候面对那个泳池，感觉真的很度假，就还蛮推这个饭店的。早一点订得到，一定要订海景房。我们住的那个双人房是偏小，那个住起来就很像在东京，但如果你住海景房，就有像冲绳很度假。那我们就去吃喽。从后面停车场就直通。好多充电桩哦。我们来提车了。这次租的是 ODS 春游方案，租车天数5天，假租1还。和日本其他地区租车比较不同的是，每次到冲绳租车，好像都能遇到会讲中文的服务人员，好方便。出示订单、驾照和日文驾照1本，就可以准备取车啦。海外自驾习惯买保险，玩得更放心。这次原定要开到国头，租了 ETC 吃到饱，不过最后因为天气作罢，有点小可惜。租金总计日币31050，这次选的是 ePower 车种，想体验另一种 EV 的驾驶感受。我发现 OTS 有好多充电桩，还看到很多台 Ioniq 5，想试试电动车的人是个好选择。贴纸上贴着右大圈、左小圈，我自己习惯简单一点，记住在路上都选左边走，比较不容易出错。检查完车辆外观后，签名确认，设定好导航语言，我们就准备出发了。ETC， 我们这次有租 ETC 吃到饱，就不用排队付钱。E-Note 后车厢蛮大，2个29寸的行李箱都可以直立的放好，后座地台也放得下登机箱。放了一双鞋子哎，它的换挡是用捏的。EV 哦 ，EV， 我觉得我们用 Sport USB 可以充电。还车要给这个，所以放到手套箱里。出发喽，走吧。这几天来第一次下雨。 5天还车小总结：第一，这次的车机导航好难用，常常搜寻不到或导错，还是自备手机支架用 Google 导航比较安心。第二，这是第1代 ePower， 除了加速比较线性，放开油门会刹车，不过不会刹停，是像油车一样滑行。这2点像电动车，其他开起来还是像油车。在还车前，我们决定先把行李放到饭店，因为那天下暴雨，到处都有点塞。DFS 反雀口有加油站，稍微贵一点。为了赶在12点前还车，我们选择了方便。我也没有印象，我印象是一间加油站不是这个。18公升，总共加了18公升，油费日币3444。出发前里程21092，还车20713，总共跑了379公里。这次的油耗是每公升21公里，好像还蛮省的。还车时，检查人员动作蛮迅速的，不过他们也非常确实的检查了车子的外观和车内。要给他加油收据跟原本附来的检查表。确认后会有一张还车单，这样就成功还车喽。更多冲绳美食和景点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期待下一集，也可以 follow 我的 IG 哦。他把车开走了，拜拜。